各位好，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昨天的 Broadcom 跌的其實非常有意思 ，AVGO 單日下跌 4.6%， 收在 362.48 美元。另一邊 Marvell 直接上漲接近 10%。觸發這一切的原因是 Google 正式擴大了和 Marvell 在定制芯片領域的合作。但如果你只是把這條新聞理解成 Google 不要 Broadcom 了，改用 Marvell， 那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Google 今年4月份才剛剛和 Broadcom 續簽了一份長期合作協議，合作一直覆蓋到2031年。Broadcom 並沒有突然失去 Google， 更談不上 Google 一夜之間把 TPU 全部交給 Marvell。真正讓華爾街緊張的是另外一件事 ，Google 正在把 Marvell 正式扶上牌桌，而一旦牌桌上不再只有 Broadcom 一個重量級玩家。Broadcom 過去幾年在定制 AI 芯片裡面最值錢的東西，可能不是訂單，而是它的議價權。這才是昨天 AVGO 暴跌背後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這次不是簡單的找一個二供 ，Google 和 Marvell 這次的合作範圍相當廣。根據披露，兩家公司合作的不只是某一顆外圍芯片，而是圍繞 Google TPU 整個體系展開，包括 AI 推理加速器、存儲控制器、網絡接口控制器、內存接口以及 Near Memory Compute， 也就是靠近內存的數據處理架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Marvell 還向 Google 授予了一份權證 ，Google 未來最多可以按照每股 206.58 美元的價格購買接近5900萬股 Marvell 股票，如果全部行使，對應金額超過120億美元。而這份權證並不是白送的，大量權證的兌現和未來 Google 給 Marvell 帶來的業務規模掛鈎。按照目前披露的條件，如果達到相應業務門檻，合作累計可能對應到2033財年大約1200億美元的收入規模。注意，這不是1200億美元已經簽死的訂單，這是建立在未來收入目標全部兌現基礎上的潛在規模。但即便如此，這個數字依然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Google 和 Marvell 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是你幫我設計一顆芯片，我付你一筆錢這麼簡單。Google 正在通過股權激勵，把 Marvell 的利益和自己未來的 AI 基礎設施擴張綁在一起。所以市場為什麼反應這麼大？因為一個普通的二供沒有那麼可怕，一個被客戶用股權激勵深度綁定的二供完全是另一回事。Broadcom 過去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它和 Google 之間長達多代 TPU 積累下來的協同關係。芯片這種東西不是做手機殼，尤其是幾百億美元級別的數據中心 ASIC。不是客戶今天說換供應商，明天就能換。架構、SerDes、封裝、HBM、網絡、軟件、驗證、功耗、良率，全部需要長期共同開發。這種多年積累本身就是 Broadcom 的一道護城河。問題在於，現在 Google 顯然不願意讓這道護城河最後變成 Broadcom 對 Google 的護城河。Google 真正想做的是重新拿回談判桌上的主動權。從 Google 的角度，這個選擇幾乎是必然的。過去大家一說 AI 芯片，會習慣性的討論 NVIDIA 和 ASIC 到底誰贏。其實站在 Google、Meta、Amazon、Microsoft 這些公司的角度，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即使我決定做 ASIC， 我為什麼要只依賴一家 ASIC 設計公司？假設未來 Google 一年部署的 TPU 規模從幾十億美元變成幾百億美元，甚至更高。如果大部分核心芯片長期依賴 Broadcom，那 Google 雖然擺脫了一部分對 NVIDIA 的依賴，卻又重新形成了對 Broadcom 的依賴。商業上沒有任何一家巨頭喜歡這種狀態。Google 真正希望形成的格局更像是 NVIDIA 可以用 ，Broadcom 可以用 ，Marvell 可以用，部分芯片自己做，不同類型的 TPU 再交給不同的合作夥伴，然後讓供應商互相競爭。對 Google 來說，這才是最理想的供應鏈結構。所以這次合作真正影響 Broadcom 的未必是2026年少賣了多少芯片，2026年的訂單很多早就已經鎖定。影響最大的是2028年、2029年之後 ，Google 每增加100億美元 AI ASIC 資本開支的時候 ，Broadcom 還能拿走其中多少？這也是為什麼昨天 Broadcom 跌了，明明公司眼下的基本面根本沒有發生任何惡化，市場交易的是未來市場份額。今天的 Broadcom 已經不是3年前的 Broadcom 了。3年前買 AVGO， 你買的是一個非常分散的半導體帝國，交換芯片、射頻、網絡、存儲連接、企業軟件、VMware，再加上一套 Hawk10 非常強悍的併購和成本管理體系。
但今天市場願意給 Broadcom 這麼高的估值，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因為這些老業務，而是因為一個詞 AI。Broadcom 第二財季收入達到221.87億美元，同比增長48%，其中半導體業務150.09億美元，同比增長79%，基礎設施軟件71.78億美元，同比增長9%。真正誇張的是 AI 半導體收入，單季度已經達到108億美元，同比增長143%。而 Broadcom 對第三財季給出的 AI 半導體收入預期是多少？16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00%。公司第三財季整體收入指引甚至達到294億美元，同比增長84%。去年很多人還在問 Broadcom 到底算不算 AI 公司，現在已經不需要問了。假設第三季度 AI 收入真的做到160億美元，那麼 AI 本身就會成為 Broadcom 整個收入結構裡最重要的發動機之一。換句話說， Broadcom 正在越來越強，但與此同時，它也正在越來越依賴市場相信這條 AI 增長曲線，這就是問題所在。過去 Google 訂單變化5%，可能只是 Broadcom 某個部門的一點波動。現在 Google 未來 TPU 份額變化5%、10%，市場首先想到的是，那2027年的1000億美元 AI 收入怎麼辦？那2028年的利潤怎麼辦？那今天給 AVGO 的估值又該是多少？這就是同樣一條新聞，放在2023年和放在2026年，殺傷力完全不同的原因。但是這裡存在一個很大的市場誤區。說到這裡，有些人可能已經開始得出結論 ：Google 培養 Marvell， 所以 Broadcom 的 AI 邏輯結束了。我認為這個判斷同樣過頭，因為我們還要面對另外一個數字。Broadcom 今年第二季度 AI 半導體收入108億美元，第三季度指引160億美元，也就是說，一個季度增加的 AI 收入規模就超過50億美元。這種增量速度意味着現在的 AI ASIC 市場可能根本不是一個零和遊戲。Google 多給 Marvell 50億美元訂單，不一定意味着 Broadcom 就少50億美元。完全可能出現另外一種情況，以前 Google 總共需要100億美元芯片， Broadcom 拿80億，未來 Google 需要300億美元， Broadcom 拿180億， Marvell 拿80億，其他供應商拿40億。 Broadcom 的份額下降了，但 Broadcom 的絕對收入反而翻倍。這兩個概念必須分開，而且 Broadcom 管理層其實早就知道 Google 會多元化採購。今年第二季度財報之後 ，Hock10 自己就公開承認，像 Google 這樣規模的客戶，隨着 AI 算力消費越來越大，未來很可能會從多個合作夥伴採購。所以 Marvell 出現本身並不是一個 Broadcom 管理層完全沒有預料到的黑天鵝。真正的問題不是 Marvell 有沒有拿到 Google 訂單，而是 Marvell 拿到的是增量訂單，還是 Broadcom 原來最核心的訂單。這兩個答案對應的 AVGO 估值完全不同。更關鍵的是 Broadcom 賣給 Google 的從來不只是一顆 TPU。很多投資者討論 Broadcom 的時候，會把它簡單理解成 Google TPU 代工設計公司，這嚴重低估了 Broadcom 在 AI 數據中心裡的位置。AI 集群不是把幾萬塊芯片擺在機房裡面就結束了，這些芯片必須高速互聯， GPU 和 GPU 要通信， XPU 和 XPU 要通信，服務器之間要通信，機架之間要通信，數據中心之間還要通信。模型越大，集群越大，通信本身反而越来越容易成為瓶頸。Broadcom 真正厲害的地方是它不僅參與定制 AI 加速器，還長期控制着數據中心、以太網交換、SerDes、高速連接、Tomahawk、Jericho 以及其他網絡基礎設施的重要環節。也就是說 ，Google 可以在某一代 TPU 上多加入一個 Marvell， 但 Google 不可能因為多了一個 Marvell 就突然不需要網絡。恰恰相反 ，TPU 越多 ，XPU 越多 ，AI 集群越大，網絡價值量反而越高。Broadcom 此前披露的 AI 業務中，網絡相關收入已經佔到相當重要的比例。這就意味着，即便未來 Broadcom 在某些定制加速器項目上的份額下降，它仍然有可能從整個 AI 網絡擴張中把一部分錢賺回來。所以，對 AVGO 最悲觀的分析，如果只盯着 TPU， 同樣是不完整的。Broadcom 手裡還有另外幾張非常大的牌。第一張牌就是 OpenAI。今年6月份 ，OpenAI 已經正式公布了和 Broadcom 合作開發的第一顆定制 AI 推理處理器。這說明
Broadcom 並不是只吃 Google 這一條產品線。今天的 Broadcom 已經擁有6個核心定制 AI 客戶，公開能夠確認的重要客戶包括 Google、Meta、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管理層今年甚至直接給出了一個極其激進的判斷：2027年 AI 芯片收入超過1000億美元。而且 Broadcom 預計2027年 AI 芯片部署規模會超過10吉瓦，這就是 AVGO 多頭最有力的反擊。Google 可以多元化 Broadcom 同樣可以多元化 Google。過去投資 Broadcom AI 某種程度上就是投資 Google TPU。未來如果 OpenAI、Meta、Anthropic 以及另外幾個客戶全部進入大規模量產階段，那麼 Broadcom AI 的客戶結構會越來越分散。到那時，就算 Google 給 Marvell 一部分增量項目， Broadcom 依然可以繼續增長。所以真正能夠化解 Marvell 威脅的方法，並不是重新壟斷 Google， 這幾乎不現實，而是讓 Google 在 Broadcom AI 收入裡面的重要性越來越低。這才是 Hawk 10真正需要完成的任務。那現在360多美元的 AVGO 到底貴不貴？如果你看 GAAP 市盈率， Broadcom 仍然不便宜，而且 VMware 併購帶來的無形資產攤銷會讓 GAAP 口徑看起來比較誇張。但是如果看市場現在給出的2027年盈利預期，情況完全不同。近期不同機構對 Broadcom 2027財年的調整後， EPS 預測大致處在18到20美元附近。按照昨天 362.48 美元的收盤價計算，相當於大約18到20倍左右2027年預期盈利。這已經不是一個離譜的數字，但問題恰恰出在這裡。很多人看到18倍、19倍以後會說，這麼高增長才不到20倍，2027年 P/E 便宜。但這裡有一個陷阱， P/E 裡面最危險的部分，很多時候不是 P， 而是 E。如果 Broadcom 真的做到2027年超過1000億美元 AI 收入，18到20倍當然不貴。問題是，這個盈利預測裡面已經包含了大量 AI 放量，也就是說，你今天覺得 AVGO 便宜，是建立在2027年的 Broadcom 確實變成另外一個體量的公司之上。假設 Google 份額下滑，假設 Marvell 開始壓價格，假設 OpenAI 第2代芯片換供應商，假設 Meta 越來越多自己做，假設 AI ASIC 毛利率比市場原本預期低，那麼最先變化的不是股價，而是2027年的 EPS 預測，18倍可能瞬間變成25倍。所以我現在看 AVGO 不會簡單說便宜或者貴，我會說362美元之後 Broadcom 的估值已經重新進入可以討論的區域，但它依然是一隻高度依賴2027年盈利兌現的成長股。所以這次暴跌，我反而認為暴露了 Broadcom 最重要的估值密碼。Broadcom 現在最大的優勢是什麼？不是 Google， 而是整個 AI 行業正在從通用 GPU 獨佔逐漸走向 GPU 加 ASIC， 訓練加推理，計算加網絡，芯片加系統。在這個過程中 Broadcom 幾乎剛好站在幾個最重要的交叉點上。但 Broadcom 最大的風險又是什麼？同樣不是 Google， 而是市場過去可能默認，只要 ASIC 市場爆發 ，Broadcom 就會拿走絕大多數價值。Marvell 這次出現正在挑戰這個假設，所以這條新聞最值得投資者重新思考的問題根本不是 AVGO 跌了 5% 要不要抄底，而是未來 AI ASIC 市場如果從 Broadcom 一家獨大變成 Broadcom、Marvell 以及更多玩家共同競爭，我們應該給 Broadcom 多少估值？所以回到今天最重要的問題， Google 正式擴大和 Marvell 合作以後， Broadcom 還能不能買？我的判斷不是簡單的可以買或者不能買，我會把 AVGO 重新定義成一隻增長確定性仍然很高，但競爭確定性正在下降的股票。Broadcom 眼下的財務數據幾乎沒有問題， AI 收入爆發，自由現金流爆發， VMware 穩定貢獻利潤，網絡業務擁有極強的位置。OpenAI 等新客戶正在擴大 Broadcom 擺脫 Google 單一依賴的能力，這些都是多頭手裡非常硬的牌。但 Marvell 事件也第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訴市場， Broadcom 在 AI ASIC 領域的統治力不應該再按照永久壟斷來估值。Google 不會把自己的 AI 命脈永遠交給一個供應商， Meta 不會， OpenAI 不會，任何一個最終做到幾百億美元甚至上千億美元 AI 資本開支的公司都不會。所以 Broadcom 真正需要證明的不是 Marvell 搶不走訂單，這是不可能的。
Broadcom 真正需要證明的是，即使客戶多、供應商化，自己的技術、網絡、規模和執行能力依然能夠讓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份額下降速度。這才是未來2年 AVGO 最核心的投資邏輯。如果9月財報繼續確認160億美元 AI 收入，同時2027年超過1000億美元 AI 收入的路線沒有任何動搖，那麼昨天這場下跌更可能是市場從 Broadcom 壟斷 ASIC 向 Broadcom 主導 ASIC 的一次估值修正。但如果未來幾個季度我們陸續看到 Google 項目被 Marvell 分走，核心客戶不斷引入第二供應商，同時 Broadcom AI 利潤率開始下降，那麼就不能再把這些消息理解成簡單的供應鏈多元化。那意味着 Broadcom 最貴的那部分護城河真的開始被競爭侵蝕了。所以我認為今天的 AVGO 既不是一只傳統意義上的價值股，也已經不是單純的周期半導體，它更接近一只大型 AI 基礎設施成長股，同時帶有強烈的事件驅動屬性。當前最大的收益來源是2027年超過1000億美元 AI 收入最終兌現， OpenAI、Meta、Anthropic 等客戶把 Google 之外的增長曲線真正接起來。當前最大的風險則不是 AI 需求消失，而是 AI 需求繼續暴漲，但 Broadcom 拿到的價值比例沒有市場原來想象的那麼高。這是2個完全不同的風險，也是 Marvell 這筆交易真正改變 Broadcom 投資邏輯的地方。Google 沒有拋棄 Broadcom， 但從現在開始 Broadcom 必須證明沒有 Google 的獨寵，它依然能夠贏。好了，這裡是美股坐標系，我們下一期繼續聊。